杨紫被199爱编曲伤害，粉丝的态度令人惊叹。日前，有网友爆料杨紫在199的编曲中受到伤害。根据网友翻出的现场照片来看，杨紫应该是在录音系统中受到了伤害，校服分明就是剧中的样子。受伤后的杨紫据说走路不便，左右两侧都有工作人员扶持，一只脚微微抬起，全身状况不佳。以前，当明星受到伤害或发生意外时，粉丝们会不断聚集在一起，为他们的金牛犊感到沮丧，而不仅仅是要向世界讲述明星因拍摄而导致的身体问题的新见解。Symbols 卖惨了，哭着说当艺人太难了。一些歪曲的粉丝会仔细检查团队没有采取防御措施，伤害偶像，并谴责工作室没有很好的保护工匠。说白了，就是粉丝的活动本质上是虎视眈眈，让明星在平等的情况下看起来受到了伤害，粉丝比实际受伤还要尴尬。更何况，一个特别无望的交易不仅不会忽视解决问题，还可能给路人留下极其糟糕的印象。然而，如今杨紫受到伤害，她的粉丝却显得格外安静，没有展品让团队负责，他们也没有感到困扰或可怜的卖掉。在同等条件下，粉丝们看到这件事是理智的。他们普遍表示，艺人在录制系统时不停地敲门是很正常的。他们甚至向一般社会透露安全感，传达杨紫在这一点上是可以的。不得不说，这次杨紫粉丝的为所拒受的性格，让个人的正能量爆棚了。内心的消遣其实需要这么优秀的粉丝。综上所述，粉丝和明星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。明星的一举一动都是粉丝关注的焦点，粉丝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明星的地位。现在看来，杨紫能拥有如此理性的粉丝，无疑是天赐之物。你如何看待杨紫粉丝推销无望的心态？欢迎大家在备注区留言查看。02，肖战被训斥，梁朝伟新片上映，却遭无名之辈声讨，影迷回应。2023年的春节将是一场激战，但无论从哪方面看，这都是《满江红》和《流浪地球2》两大主宰之间的较量。尽管有这两部大片，但邓超的《中国乒乓》被去掉了，梁朝伟和王一博的《无名之辈》也掉了下来。转眼间，在春庆档即将落下帷幕之际，梁朝伟又将带来与郭富城的另一部电影《微风再起时》。与无名相比，这部电影具有不平庸的主要优势领域。除了梁朝伟和郭富城坐镇演员阵容外，任何配角都要慎重考虑。杜鹃、许冠文、春夏、谭耀文、吴卓羲、张可一、谢君豪、张兆辉微风再起之时登上了相当大的艺人名单，让人目瞪口呆，让人觉得这部电影更奇怪。可惜的是，虽然有这样的设定，但清风再起的电影并不乐观。截至发稿，清风再起上映片酬刚过1013万，预售刚过2000万，春晚定位先行放缓。在每一次点击之后，当微风再起上面的电影是梁朝伟主演的《无名之辈》，真是太丢人了。在梁朝伟连电影都拿不准的时候，网友们都忍不住想把微风再起时和无名之辈归为麻烦家庭。或许是因为不忍心看到这样的情况，肖战工作室才挽救了这部剧，为微风再起时助力。肖战作为正在进行的头号装修，拥有超过3000万粉丝。尽管不是特别高，但他的粉丝运动和奉献精神令人震惊。在他挽救现场的号召下，当微风再起时，当天的门票立即售罄。肖战因为支持翁科长和前辈们的电影被骂，没想到却被无名之辈追捧。有粉丝表示，完全是梁朝伟演的，肖战工作室却不维护无名。部分影迷针对肖战没有真正接受无名之辈的举动，肖战的粉丝却回答，白人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显然，也有一些 CP 粉自编自话，表示肖战既然定了微风再起之时，就应该悄悄保留无名。有网友说，他私底下大概标注了无名，这有没有不确定性？他不能透明的做，而且会上头条，大家关注的不是电影，而是他们两个。起来，其他 CP 粉也纷纷表示理解。在 CP 粉看来，肖战预定神秘在所难免，但又不可能像微风再起时那样，在本质上完全直白。
你也可以在支持偶像的同时保持神秘。不过，对于 CP 粉的奇幻境界，肖战粉们并不理解。有粉丝解释，肖战预约《微风再起》时，完全是针对主播翁子光。翁子光科长曾为肖战演《如梦如幻》预定节目，肖战简直是应声附和。这与梁朝伟无关，与王一博无关。粉丝们嘲讽王一博的粉丝，无知的狂粉又一次打破了保护不熟练的粉丝不要发颠倒的帖子。不得不说，肖战应该是一流的，典型的社交行为举止同样能闹得沸沸扬扬。不仅被神秘粉丝围观，还被部分网友嘲讽。网友吐槽《微风再起》时片子太 low， 肖战包片场就步了电影，吐槽肖战为了人情完全不顾电影本质。看看当《微风再起》时的评价，几乎每一个都是悲观的评价，很多人从主线的角度给3星都难。影迷表示，这部电影的故事音乐性不是很好，剧情也很俗套，离家近的节目很糟糕，非常糟糕。结合 MV 风格的改编，刻意搞出一种怀旧的文艺范儿，让影迷们心灰意冷。尽管如此，1000个村1000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，无法一概而论。不过，肖战一个小小的战场示范，显然不应该承受如此多的指责。电影是做工的介绍，与其关注更近的外在世界，不如关注喝酒的电影。肖战的安全位置是一个长期的计划，秘密的感觉是艺人制作替代感的场所。肖战成名3年多以来，一直都非常平静，除了参加基本的大型活动外，他几乎处于隐蔽状态。除了音乐剧《我们的旋律》和叙事剧《灿烂的城市》外，他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剧场演出，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直播间卖商品。出现在普通民众面前，以获得更多报酬。这对于一个名将来说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媒体的进步速度是过去的创造性思维，将无处不在之后的时间纳入一个固定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流量。可以说，肖战这个现在最抽国产游戏的，一直都是福利，而肖战就是反对这种诱惑，保持艺人的形象。最近，很多业内人士都提到了艺人日常环境中最常用的词，那就是秘密。他们说艺人是一个有点特殊的职业，他真的很想做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工作，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替补。当他带着他所做的工作出现在大众面前时，他应该说服大家他就是那个工作，让人群和他一起哭泣，和他一起咯咯笑。人群的代入感和信任感，让你完全沉浸在一部精彩影视作品带给你的幸福中。这种信任感首先来自于演艺人员强大的专业能力，他们惊人的演技，不为所动，为所欲为。还有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艺人的秘密。业内人士表示，如今许多艺人经常出现在文艺演出和现场直播间销售商品。当他自己的照片被展示到极致的时候，他的隐秘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把他当成身边的人，所以当他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一般人面前时，无论他多么热心，大家都会走向现场。看着他造出来的人，映入眼帘的是他典型的模样。灰灰会提醒自己过而且这是假的，他演了这个。没有秘密会动摇一个伟大艺人的基础。艺人郝蕾公开承诺，暂时不会，以后不会出现在直播间卖货。所以肖战的放松是他作为现象级艺人的长期计划，这是一个艺人漫长的想象生活。我承认艺人肖战会在中国影视剧领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改变。